随着今年百世主战坦克的上市，百世支援战车也来了。不仅可以供玩家们推推乐，其中还有一些可动设计作为互动性。大家好，我是分享模型玩具的王教授。本次向大家展示的是编号为 BN003 的1:35百世支援战车。在设计思路上，本产品继续沿用免胶预涂装的设计理念，有一部分的专属零件呢，我们采用单独去上色。对于新人玩家来讲的话，工作量降低了一个维度，并且这一次套件还赠送了无人战车和机械战狼，附赠了水贴与虹膜贴纸，履带采用活动设计，涂装指示呢位于说明书内。那么这次支援战车的车体部分呢，采用全新开模，并且呢很好的还原了部分细节。为了免胶的合体，上盖呢依旧设计了定位桩。那么下部车体部分呢，采用了活动悬挂的凹槽设计，两侧裙板采用预涂装方式，部分的零件也采用了一些分色工艺。由于是同一个体系，所以说有一部分零件呢跟我们的百世主战坦克是通用的。路轮部分呢也做了胶胎的分色。这次大部分的定位钮基本上都是隐藏水口，我们在剪的时候注意修一修就可以了。整体制作上呢，我们按照说明书的体系去进行一步一步的施工，基本上呢是没有问题的。炮管呢有大概60度的俯仰角度，虽然视频中演示的是使用的试模件，但是在组合中呢还是比较顺畅的。炮塔部分如果是新人玩家的话，要注意那个机枪不要误触碰断。然后呢，我们安装上天线的这些细节。炮塔两侧的部分呢，直接把零件摁进去即可。最后完成炮塔的制作。那么车体部分呢，和我们之前分享的百世主战坦克是一样的，我们将悬挂一个一个的塞进去，并且定位好。正常来讲，悬挂是可以这样进行波动的。一定要提醒一些新手玩家，合体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观察窗的零件。那关于金属轴承呢，这一次你只需要准备这个尺寸的即可了，但是需要单独从第三方购买。将我们的金属轴承装进我们的这个负重轮，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组合。将我们的负重轮呢一个接一个的放到我们的悬挂里。主动轮的部分呢是要进行一个联动的，这个在安装时的时候要注意履带呢是进行了一个活动上的设计，还是分文座和武座。文座你剪下来，武座的话直接把它掰下来。整体的可动性还是不错的，并且你将它组成一个完整的履带之后呢，怎么晃它都不会掉的。然后呢，我们将履带穿到这个车体上，其实真的车它也是这么穿履带的，目前看还是很丝滑。接着我们把一些车体上盖的大部分的大面零件给它安装上，其中呢也包括我们后面的备用无人机的部分这个需要把它的定位钮每个都要对齐。安装前部的盖板，其中舱门的内部颜色也是进行一个预涂装的。我们将两片舱门进行一个合体。首先呢，这个部分要先制作上下的合体，把前车灯和挡泥板安装上，然后根据说明书呢，我们把舱门卡到后面零部件的关键的位置，然后与车体进行合体。来检查一下舱门可以正常的活动。接着将其余的零件装到车体的后方。此外呢，为保证零件的完整性，并且不遭到破坏，一些水口呢是需要玩家自行去修的。我们将两侧裙板安装到车上，并且把炮塔安装上。那么这一步呢，如果你是刚接触模型的玩家来讲的话呢，等于现在你已经完成了。因为目前这个状态你摆到柜子里面也是非常的帅气的。但是如果你说想挑战一下 ，OK， 我们还可以继续下一步。我们先把整个战车上比较容易松动碰坏的零件先给它取下来。接着就是我们提升立体感进行自洗部分了。这里我还是使用田宫的黑色珐琅漆跟棕色进行一个稀释，然后呢，在整车上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自洗。这个期间呢，要等这个珐琅漆完全干透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擦拭。当然了，自洗并不是旧化，它是为了提升模型立体细节、增加阴影的一种模型技法。自洗液干透之后，然后我们马上进行擦拭。一些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我们展示的试模件部分颜色可能不太统一。真正大货时候模型套材中的主体黄色是以深色为主。我们进行分体自洗完之后呢，重新再次组装上。这一次我们继续提升细节，我们将套材中带的虹膜贴纸拿出来，将虹膜贴纸呢贴到我们的模型的潜望镜以及一些观察窗以及一些光学设备上。这样的话呢，能让我们的成品看起来呢更有一些写实感。但是呢，这个细节由于需要镊子，所以呢，在第一阶段的完成品展示中呢，我们并没有做出演示。有能力的一些玩家可以把它放到2阶段。
接着我们拿出我们的马克笔，然后呢将一些银色的部分呢，我们拿马克笔手涂，给它涂成银色。这样的话也能确保我们的新人玩家在不开气泵不调色的情况下，尽可能的把模型独立的制作完成。前面车灯的部分，由于它是凹凸的，大家可以选择去贴红梅贴纸当然也可以像视频中演示的这样拿银色去涂前面的车灯。包括无人机的机翼我们也可以拿黑色的马克笔进行一个黑色上的补色。这样一套操作下来，我们的2阶段就完成了。进行完自洗呢，模型整体看上去更加有立体感，并且更加有细节感。搭配上红膜贴纸呢，更加接近实车的写实状态了。那么接下来的3阶段就是注入灵魂的时刻了。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水贴纸的话，你只需要准备一个装满水的杯子，然后呢将我们要贴水贴的地方提前裁好，然后呢大致的比划一下大概你要贴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将水贴泡到水里边，大概等待不到1分钟的时候，直接我们把它移到模型上就可以了。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们的百世支援战车可以说就有了灵魂。接下来我们进入喜闻乐见的环节了，推乐到底能不能乐呢？经过演示快速的推履带也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的。在可动性上我们检查一下，炮塔是可以进行360度无死角旋转的，机枪呢最大可以进行一个60度的俯仰，车后的舱门是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放下来的。最后我们把机械战狼跟我们的无人战车进行一个制作。机械战狼呢共有2个部分，一个是趴卧，一个是正常的行进状态。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将红膜贴纸的一部分贴到我们的3个战狼以及我们的无人战车上。无人战车呢也是分了很大的零件，并且是一体性的履带。有耐心的玩家可以把履带涂成黑色。最后我们安装上炮塔，然后安装我们的红膜贴纸。那么我们的未来战场的附属配置3个机械战狼跟我们的无人战车也就完成了。不管是之前的百世主战坦克，还是这一次的百世支援战车，那么边境模型这一次在设计上呢，还是保持秉承了免胶与涂装的这一设计理念，并且在可能性与细节上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相信这款产品一定可以让广大的玩家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模型的快乐。最后呢，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边境模型的支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见。